明走到今天，是朝中大臣误了朕的大事。陛下，陛下！何人要害朕？陛下！朕不在东巡路上，此处也不是土丘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朕的咸阳宫呢？为何变成了这副模样？朕的100万军士何在？陛下说的是大秦，秦王已是千年之事了。现在是崇祯17年，您是大明天子啊！大明？哈哈哈哈，有趣！你叫王承恩？老奴在。随我回宫。陛下，城外贼兵已经……朕知道，朕就是要看看这江山让你们这群不孝子败成了什么样子。将军，您听见了吗？这声音是龙吟，那是龙，天降异象，恐对我军不利啊！那咱们岂不是逆天行事吗？动摇军心，斩！择日攻城，管他什么龙吟鬼笑，这皇城老子要定了！朕乃大秦始皇帝嬴政，前世崩于东巡路上，怎料竟穿越到了几千年后这位大明皇帝身上。关外后继军来势汹汹，关内大顺军兵临城下，内忧外患。上天既然让朕再活一世，那便让朕来再造大明，让大明再次伟大。迁都应天尚可保全社稷，死守京城只能玉石俱焚。天子守国门，先帝陵寝在此，岂可轻弃？陛下，那是陈阁老和周侍郎，他们吵了一夜了。吵了一夜，有结果了吗？没有。哼，那就让他们继续吵。李自成部已过夏口关，请旨定夺。军饷已欠3月，兵士华练在即。刑部报江南贪墨案涉案人员名单。他每天都这样。那请问现在的陛下又是？回答朕的问题。每日批阅奏章到3更，只是折子太多，实在批不完。批不完，不是折子多，是他不知道该批什么。罢了，事情要一步步做。当务之急，王承恩，老奴在。随朕出城。出城！陛下有令，开城门！陛下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再进就到弓箭射程了。皇帝老儿，你竟敢一人前来，怎么是要当着我20万大顺军的面，亲手签退位证书？李自成，朕问你，你拿下京城之后打算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自然是自己当皇帝。大明气数已尽，现在该我坐在这京城龙椅了。坐上去之后呢？关外有后金军正在扣关，江南省有士绅藩王，天下还有17省的赋税收不上来。你即便当了皇帝，又能如何？全天下都会拿你的项上人头当投名状，而你缺粮、缺饷、缺将，取了京城拿什么守？
朕今天出城是来跟你谈一笔生意。生意？你一个亡国之君也配？你军粮草撑不过半个月，你要粮，朕给你开粮道，条件是退兵30里。你跟朕打，赢了也坐不稳，往北打，朕助你，赢了这天下都是你的。你让老子去打后锦军？你不是要当皇帝吗？你打赢后金军，收复辽东，谁还有资格拦你？朕就在这城桃上看着你打，你若能赢，这皇位和京城，朕退位禅让于你，你也不用背着叛逆之名。陛下，他真的会退兵吗？陛下，您答应给他开粮道，可户部的银子……这就是为何吵了1天1夜没有办法。那些腐儒占了这么多年的田，该还回来了。传旨，半个时辰上朝，6部9经1个不许少。告病的抬也要抬来。陛下，我算了一笔账，从围城到今天，粮草已耗大半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他说退兵30里开粮道，可粮道开在哪里？谁押运？每天多少车？他什么都没说。我们现在退兵，万一粮道只是空口许诺，再回头围城，恐迟则生变。可他只带着10个人就进了我的营，空口许诺的人不会把自己送进敌人手里。皇帝自己来当说客，闻所未闻啊！将军，营外有人送来此物。每日300担，这数目可不小。传令下去，先暂停攻城，退兵之事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是。告诉朕，现在京城外是谁在攻城？陈岩，你来说。陛下，您指的是？是朕在问你。回陛下，城外叛军是逆贼李自成。你可知他有多少人马？据报约20万。那朕的经营有多少人？8万。8万对20万，守得住吗？陛下，臣以为……朕没问你以为，朕问你守得住吗？陛下，你叫张国维是吧？你说守得住吗？经营8万，能战者不足3万，城墙多处年久失修，臣实不敢言。那你告诉朕，需多少银子才能修镇，才能发齐军饷？城墙修缮约30万两，军饷欠3月约80万两。你认为户部现在有多少银子？陛下，户部库银不足5万两。陛下，臣以为事到如今，只有南迁一途可保社稷。请陛下移驾南巡，请陛下南巡。南迁的事，你们先告诉朕一个数。从京城到应天，沿途要多少护卫，多少粮草，多少银子？陈岩，你身为首辅，朕问你，李自成兵临城下，粮饷两空，你有什么法子？臣愚钝，一时想不出来。臣死罪。你想不出来，朕来替你想。军饷没有，就去有银子的人家里拿；粮草不够，就去有田产的人家里抄。至于南迁，想都别想，朕哪儿也不去，你们也一个别想走。洛阳信留下。3年前，锦衣卫呈报过一份密折，说经营提督李国之麾下参将赵某贪没军饷8000两，折子递上来之后就没下文了。朕问你，那份折子现在何处？回陛下，那份密折，您当时说容后在意，便一直压在锦衣卫当房里。那赵参将还在经营吗？在的。3年前有人告他，你不查；3年后他还在吃朕的军饷。锦衣卫就是这样替朕办事的吗？朕给你1天时间去处理。抄出来的银子充入军资，人下诏狱，办得到吗？臣领旨。滚！大人，那位赵参将可是李国珍的人。
李国镇是经营提督，咱们动了赵参将，李国镇那边……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可那是陛下亲口下的旨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去，带人去赵家，先抄完再说。大人，您那3成，我他妈知道。可陛下现在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他已经把刀架我脖子上了，我不砍别人，他就要砍我。先动手，让他看到我在办事，剩下的再想办法周旋。大人，赵参将跑了。跑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半个时辰前，有人给他递了信，他从后门骑马跑了，去向不明。陛下，赵参将跑了，锦衣卫扑了个空。他跑得了，钱跑不了。告诉洛养森，跑了也好，死了也罢，人不重要，朕要看到银子。陛下，臣查封了他家在京郊的2处田庄和城中1处宅子，共得现银4万千两，地契12张，折合市价约6万两，另有金器若干，约值8千两，估合11万两。11万两，够发经营几个月的军饷？约1个月。地契留着，银子入库。臣遵旨。入库的时候，记得把你的那份也一并上去。陛下，臣知罪。滚！陛下，经营实额8400人，今日在孝阳者3200人，其余告假。告假，让他们继续。在场的人先领饷。念到名字的上前领饷，每人可领3两3钱。陛下，这银子难道是抄来的？是，抄自然有抄的理由。你若有意见，可以不拿。拖下去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领了饷，继续回去守城。还有，朕今日发饷，不是赏赐，是你们应得的，以后每月都有。只要先守住京城，朕就能带尔等把这天下重新打回来。陛下，李自成已经退兵，但发完饷银子已经见底，而答应李自成的粮草最多只够发1个月。不够，门口的李自成随时会变卦，关外还有后金军，关口那个吴三桂在观望，留给我发育的时间不多了。传旨下去，明日早朝，务必全员到齐，告病赐死。李自成退兵了，谁来说说，昨日劝朕南迁的人有何打算？臣是为社稷着想，臣当时……你以为你坐在首辅的位置上，整天以为来以为去，替朕做过什么？替大明做过什么？你在京城有3处宅子，通州还有4300亩地。陛下，臣知罪，求陛下念在臣侍奉多年的份上。你附奉了这么多年，贼军攻城，朕的军饷发不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地租有少收过1天吗？来人！陛下，臣愿将田产全部上交，求陛下饶命。朕没说要杀你，朕要你好好活着，亲眼看着那些人，因为你被一个个查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。传旨，陈衍即日起免去首辅之职，押入地牢。另外告诉洛阳慎，朕要一份名单，跟陈衍受贿相关的人员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一个来。你写了5600人，剩下那2、3千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陛下，剩下那些是原经营旧将的私兵，名义上在经营册中，实际上不受兵部调遣，只听主将号令。臣恐什么？恐他们不听朕的？臣恐一旦撤换这些人，经营会生乱。传旨，原那几营旧将，愿意留下听调的，按原职留用；不愿意的，自己写折子，朕不拦。但有一条，3日之内不交兵权者，按抗旨论处，斩。臣领旨。陈衍名下可查的田产总计7000余亩，分在通州、顺义、涿州3处，皆登记在族亲名下。与他有明确往来、经手过钱粮、调拨的京官共11人，名单在此。念6人田产账目与陈野地契登记时间重叠，
陈已比对过3年前户部的青木底将，其余5人中，2人是陈爷一手提拔的门生。陈查到他们上任前曾通过锦衣卫驿站密信往来，信已扣下。另有3人尚未证实，臣不敢妄报。6人查实，2人可查，3人待查。那还有呢？陛下的意思是，仅通州一地备战军田不少于3万亩，陈衍一个人占7000亩。你告诉我，剩下那2万亩在谁手里？朕给你2天时间，查不出来，斩！陛下，通州、顺义、涿州州3地清查完毕，除陈衍名下7000亩外，另查实武清侯李家名下4000亩，兵部侍郎周某名下3200亩，原经营副将王某名下2800亩，剩下9000亩在谁手上？剩下9000亩在3位勋贵名下。臣查不到具体底账，但地契流转记录显示，都经手过同一个中间人武丁侯府的管家。传旨，武丁侯府所有田产即日起全部收归户部，地契入库，银子充公，管家下诏谕，你亲自去查他名下那些主顾的名字，一个一个问出来，这不是能查出来吗？你的脑袋先放在脖子上吧。朕听说有人不想交兵权。陛下，末将等誓受皇恩，绝无抗旨之意，只是兵部直辖经营历来未有此例。末将这等粗人，怕听不惯文官调遣。你怕官调遣？你怕的是交了兵权之后，你那2800亩地保不住吧？念：经营第3营，崇祯14至16年，虚报兵额累计430人，空饷折银21000两。该款项分3笔转入通州田庄账目。地契名下为王勇、刘成、赵平3人。空饷补回，地契交到户部，兵符交到兵部。今日之内办完，这3人就地斩首。领命。陛下，臣有冤屈，臣世代忠良，这4000亩地是先祖所传。好啊，你的地朕收了，你的爵位朕也一并收了。陛下，臣无罪，那地是臣的祖产，不是受贿。4000亩地，6成是你从均田里划走的，剩下4成是你从灾民手里强买的。你告诉朕这是祖产？传旨，武清侯府所有田产、宅地、家财全部抄没，武清侯本人押入地牢，即刻行刑，杖杀。7天运了3000担，按这个速度，他拿到能出关的粮草还要多久？回陛下，按目前进度，至少还需半个月，才能凑够李自成出关作战的军需。李自成那边至今没有催过粮，也没有传话来问下一批什么时候到。传旨给李自成，粮道继续开着，他动就继续送，他不动就停。朕不催他，让他自己算清楚，是往前打仗划算，还是原地等死划算？臣领旨。陛下，他这催也不催，等也不等，这是算准了咱们耗不起。他不是在等我们答复，是在等我们自己算账。围城时耗不起的是他，退兵后变成我们耗不起了。他朱由检从一开始就算到了这一步，但我们直到现在才走到他预定的位置。也罢，传令下去，整备军队，5日内北伐。李自成说他已集结部队开拔，预计5日内向北移动。临行前想请陛下派一个人到营中确认粮道在北移后是否仍然畅通。陛下要派谁去？告诉李自成，如果粮道会断，朕从一开始就不会给他开，他不需要确认，让他安心动诚。至于派谁去，朕自有定夺。陛下，武清侯管家昨夜招了，他经手的田产中间人不止武清侯一家，还有通州粮仓的账目。3年间经他手调拨的漕粮，有3成被中途截留。他给了一个名字，户部西中赵吉。之前陈衍的名单里没有这个人。赵吉，查了吗？查过了。赵吉2年任东州仓场主事，现任户部西中。他与陈衍没有任何直接往来。但武听侯管家的口供里有一笔账，赵齐每季经手的漕粮调拨中，总会多出一笔损耗名目，款项最后转入通州一处私人钱庄。名字呢？通州顶峰号，账面上是3年前开张的小字号。但臣查了地契，
铺面地契上的名字是赵参将的。赵参将跑了，但他名下的钱庄还在。钱庄是赵渠洗钱的地方。赵岐是户部的人，管漕粮。接着查，赵岐跟通州秉丰号之间有没有留下过任何字据、记账凭证或出入票据？臣领旨。陛下，你不能信他。后国军实力雄厚，他朱由检在京城等我们跟后国军拼完了，他就能坐稳那把椅子了。南下的路是咱们自己打下来的，北上的路是别人画给咱们的。陛下三思。粮道是别人画的，可粮草是真的。没有粮，往南往北都走不动。你算过南下要多少粮吗？还是你觉得江南士绅会开城迎你？一个书生懂什么打仗？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咱们围了20天没打进去，他出城一趟咱们就退了。咱们想不明白的事儿，他已经想明白了。往北打得胜，你是收辽东的王；往南打胜与不胜，你都是乱天下的反贼。朕在城楼上等了你2天，就是等你算清楚这笔账。你们慢慢吵，吵完了再来找朕拿粮。陛下，他们会不会反悔？不会，牛金银算的是眼前的账，所以他觉得南下好走。李隐算的是背后的账，哪条路能站住脚，哪条路名正言顺，他算得更清楚。陛下，城门关刚刚收到信鸽，来人没留名。备马，回宫。臣这就去通州。不急，你先告诉朕，你查赵岐查出什么了？赵岐经手漕粮调拨的底磬里有3笔损耗名目的支出记录，每笔金额不大，分别是12000两、8000两、9000两，合计29000两。3笔的核准签账都是同一枚印，臣比对过，是经营旧部将领王某的印。是3天前在校场上跪着没说话的那个。是。朕知道了，去通州把井里的东西捞上来。王承恩，召张国维。大人，井口板子松的，底下有东西。撬开，轻点。谁把你藏在这儿的？谁给你递的信让你跑的？带回赵玉，不用审了，直接把他跟武亭侯管家关同一间牢房，让他们自己想清楚该说什么。赵参将抓到了，武亭侯管家在牢里，你猜他们供出来的人里面有没有你经营旧部的人？有。你知道了，但你没有报。臣怕打草惊蛇，陛下的线正在收网，臣不敢提前动。知而不报，往往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。去告诉洛阳胜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让武亭侯管家和赵参将把赵仪那条线完整写出来。陛下，李自成那边传话来了，他说后日一早动身。回话，后日朕去送行。陛下，赵渠那条线已经锁死了，3笔损耗名目共计29000两，经手签章经营旧将王某的印。赵参将承认鼎丰号是他名下的，钱庄实际经营人是赵渠的堂弟。辛苦了，回去睡一觉，明天继续。臣告退。那人叫孙成武，原经营左少营校尉，3年前因不肯给赵参用的粮车方向员被降职。陈寅任内，他接连被调了3次，最后一次调到通州仓场看门去了。他看门看了多久？1年半。孙成武，上前一步。现在朕要重编经营，你觉得你该站哪个位置？臣看门看了1年半，看清楚了通州粮仓的进出账目，哪笔粮运到了该到的地方，哪笔粮在中途被劫了，臣有名单。通州粮仓的账，你现在还能摸出来多少？全部。你记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不往上递？递过，递到兵部就没了。递到兵部之后第3天，臣被调去看门，后来就没人递了。那你现在可以递了。从今天起，通州仓场归你管，查出来多少报多少。报完之后，该补缺的营卫张国仪会安排。末将臣知道了，陛下。
李自成那边传来消息，明日天亮前拔营，问陛下来不来。回话，朕会到。回去把朕的剑拿来，带上。陛下，他们真在拔营了。陛下，闯击大军前锋已出营，约5000骑，先行。中军押粮车在后，预计半个时辰内全部离营。等。陛下，他真的去打后金军了。朕让他去打后金军，不是让他去打胜仗。他打赢了，关外少一个敌人；打输了，朕会出手。把城楼上那壶剑收回去，下一壶换轻剑。轻剑？往北打的剑不是用来射人的，是用来传信的。他出关了，朕也该让关外的人知道，京城换人了。这是你锦衣卫的党房能查到的吗？能查到，但需要时间。李自成的出关战报还没到，你趁这段时间去查，从武听侯之前的管家账目追溯起，看通州仓场的损耗最早能追到哪一年。赵齐二人，一个是户部的，一个是经营的。他们之间隔了2道衙门，银子却走的同一条路。朕今天说这件事，是要告诉你们，朕查案从来不只查一个人，谁涉案谁自己心里清楚。该递词刻的递词刻，该退赃的退赃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锦衣卫来收网。陛下，臣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？讲。臣在工部长河道修治，常与通州仓场打交道。通州粮仓的损耗账目，天启年就有，只是在您登基之后，数字翻了几番。另外，有一次臣去通州查验河道，在仓场后墙根下看到过一条新挖的排水暗渠，直通护城河。天殿细说。陛下，那条暗渠在仓场东墙外，平时用石板盖住，上堆碎砖，不易发现。臣当时去查河道渗漏，不小心踩踏石板，方得见渠口直径约3尺，灌水后可过一艘小船。臣不知道它是何时挖的，但砌渠的砖是天启年旧砖。你的意思是，它自天启年间就已经启用了？臣不敢断定，但砖缝里的灰浆是新的，焚刷时间不超过3年。也就是说，这条暗渠在10几年前被翻修过。朕知道了，你回去之后把暗渠的位置画一张小图，交给王承恩。臣领旨。明日把张国忠叫来，3天期限，朕没打算等满。等一下，李自成的战报，算算日子也该到了。臣这就去问兵部。回陛下，经营旧将中交出兵权的6人，已全部按名录安排至闲职。新编3营设3名签证，其中孙承武兼领前飞营。另有一事，赵参将昨夜招了顶峰号的银子，不止经手赵才一人，还有一笔2万两的账目，是经通州仓场一名姓刘的仓出使转出去的。那人他还活着，还在原职上。通州仓场有几位姓刘的仓大手？通州仓场有2位姓刘的，一位主管东南仓，40余岁，7年前到任；另一位主管西北仓，50余岁，天系年间就在任。你怀疑哪一个？西北仓那一位，他任职最久，经手的粮食吞吐量是东南仓的2倍，且他在天启年间曾被当时的工部点名查过一次，账目模糊，不了了之。不了了之就是有问题。张国际，你去配合洛阳社，让他从西北仓这位刘仓大使开始查。昨夜刚到，李自成部已在山海关外与后志军游骑接战，互有胜负。这是他亲笔写的军报，没走驿站，是派快马直送的。
他打了一场小的，后敌军的真正主力还没到。那他接下来是等，还是继续往前推进？苍堂那边有动静吗？回陛下，臣派人去通州时，发现西北仓那位刘仓大使已经卸任，说是3天前告病回了通州乡下的老宅。3天前，那是朕在朝堂上说完3天期限的同一天。他不是告病，是听了消息之后跑了。人跑了，说明有人给他递消息。递消息的人不是锦衣卫的人，就是兵部的人。洛阳信，你查锦衣卫，让张国令查兵部。换防期间，谁跟通州方面有过来往，全部查出来。这3个人里，哪一个在刘仓大使告病当天递过信？兵部右侍郎郑某，他当日从直房发往通州的信件登记在册，地址是通州仓场西北仓，收信人填的是仓场直房，没有具体姓名。他是谁的人？陈演任内阁首辅时，郑某经他举荐调任兵部。陈部出事后，郑某没有主动请辞，也没有被任何人查过。他没有请辞，是因为他觉得陈演的事跟自己无关。你亲自去一趟他直房，问他一件事：通州暗棋的事，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赵户部侍郎赵琦被抓了，你知道吗？臣知道。你知道他经手过通州顶峰号的银子吗？臣听说过一些传闻，但未为实据。这里有一笔账，涉及你署名的调拨单，你不用解释。朕只问你一件事：你这张单子上的损耗，最终有没有转到任何私人名下？想清楚再答。有，转到通州一处私人钱庄。臣当时以为那是例行，但确实是臣签的字。你签了字，你知道钱去了哪里？那你觉得你现在的处境和赵琦比如何呢？陛下，饶命！陛下，刘仓大使找到了，他没跑远，藏在通州城外一处旧庙里。臣的人找到他时，他正在烧一堆纸，锦衣卫扑了火，抢救出几张残页。上面的字迹是通州仓场近2年的出入账目，日期到本月初6为止，就是他在任上的最后一天。他烧的是账本的原件，不是副本。通州仓场的底账在他手里。是，账本原件应该还在他手上。他说他愿意交出来，换他家里人平安。他还能谈条件，说明他手里的东西比朕想的更多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他家里人不会有事。账本原件交出来，他就不用回诏狱了。朕要的只是账本。去找张国维，让他把查到的名单送来。明天早朝，朕要当众宣布，3饷从这个月开始停征。今天旨意一件过去式，3饷、辽饷、剿饷、练饷从即日起废止。户部即日开始重新核算天下田赋，核完之后报上来，朕看过了再定。陛下，3饷虽重，但已是朝廷军费之根基，骤然停征，边关军饷、经营粮美、驿站地运皆无着落，恳请陛下三思。3饷是军费根基，那朕且问你，3饷收了17年，边关守住了吗？京高养住了吗？李自成打到城下的时候，户部拿得出银子发军饷吗？你说军费无着落，朕告诉你军费从哪里来。通州仓场过去7年被侵吞的漕粮，折银约30万两。经营旧将名下虚报的兵额，每年空饷约10万两。江南税银被截留的数目，朕还在查。你让朕三思，朕已经替你们思过了，我不是来听你们的建议的，这是通知。3饷从今天起停征。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没有3饷，军费从哪里来？那朕就把账算给你们听。通州仓场的账目查到天启7年，截留漕粮折银约40万两，账算给你们听。
这里面有你们认识的人，也有一批不算朝官但经手过事的吏员。朕不打算拖，2个月之内，涉案者主动退赃者免罪，拒不伏法者满门抄斩。退赃的期限到今年年底，不设地数，不限金额。只要你退的是从军饷和漕粮里拿走的，朕一往不究；不退的，朕留着他的名字，什么时候查，什么时候算。退朝。3饷停征的告示，今天之内贴到京城各城门和通州码头。是，陛下。刘仓大师交出来的账本原件，臣连夜核对了一部分，其中有一笔记录和钱明所说案渠的位置对得上。账本上写的是损耗转运、日期、经手人、船号都有。经手人一栏填的是通州船行的一个名字，臣派人去查了，那家船行3年前就已经关了。关了？那他的船去哪儿了？船行的船，据说被一名退役将领买走了。那人的名字在赵参讲的供词里出现过一次，叫什么？吴三桂。他只是中间人转了一笔船资，2年前他还在经营贯职。吴三桂的关宁军现在还在山海关，这笔账先记着，待朕出征时一并结算。告示贴出去之后，看看有谁来递名帖。是。陛下，告示贴出之后不到2个时辰，兵部郑某主动递了辞呈和退赃清单。他退了13000两，比他名下的实际金额少了大约20%，但他说剩下的后续会补。户部王谦昨夜托人传话，说愿意退3倍。锦衣卫从通州船行追回的一条旧账上，还带出了一笔涉及工部的，臣已单独列在后面。这一页是谁写的？刘仓大使。他说他在烧账本之前，先把这一页的内容默记下来了，跟账本原件一起交的。他说这处账房是他经手最后一笔汇款时才听说的，当时钱已经转走了，他不知道地址。陛下，昨日3饷停征的告示贴出后，刑部收到几份来自地方官员的呈文，询问停征后的赋税如何缺缺，以及地方衙门的俸禄和驿站地运的失取方向。他们拿不准是停还是不停，请陛下示下，告诉他们3饷停了，但赋税不会少，少了多少怎么补，户部自会有新章程，刑部只需按新章程走。经营新编3营的粮末，从通州仓场查出来的那批粮食里走。户部那边找几个能算账的重新盘一遍账面，盘完之后把结果报给朕看。朕要知道3饷停了之后，第1季度的赋税缺口到底是多少，不能说出一个数就定一个数，要有一个确切的缺口，然后按缺口补齐。李自成那边，下一封战报该到。臣已经让兵部去问了，明日就会有消息。陛下，3品以上官员中已退赃者8人，未退者11人，其中4人名下有明确涉案记录，另外7人暂无直接证据。但臣派人查了他们的门生和亲属的田产记录，发现近2月内有异常变动的痕迹。未退的11人，有主动来报备过吗？没有，其中2人递了辞状，被臣挡下来了，其余9人没有任何动作。挡得好，退了赃才准告老，不退的一个都不准走。你让人去传话，朕给他们的期限还剩3天，3天之后未退者一律按涉案处理，不再给机会。陛下，这11人里有几个是先帝在时就任的老臣，那又如何？朕想知道，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被查到的可能，还是觉得朕给你的期限跟你无关？臣并非有意拖延，臣名下田产有限，核算需要时间。那你告诉朕，你在核算什么？朕的人查到你的名下有一处位于保定府的田庄，地契上的名字是你弟弟，但你弟弟不种地。此外，3年前有一批从通州运往保定的木材，收件地址就是你那个庄子。把该退的退了，朕留你家人一命，也让你死得痛快些。谢陛下。
李自成的前锋在喜峰口外跟后金军打了一仗，战况焦灼。他说要休整几天再行动。胜负不论，那算是好消息吗？他写信来不是为了汇报战况，他是来告诉朕，他还没走远，还能回头。不过他已经动手了，无论他接下来打不打赢，他都已经过了那道坎儿，他不能再回头了。等京城这边的事清干净了，该处置的处置了，朕再走。王承恩，你把那份名单再拿过来给朕看一眼。未退的那11人，朕要在离京之前全部处理掉。还有，让人查一下保定府那个庄子，查清楚那批木材的用途。是。其余3人因检举他人涉案有功，准许免罪留任。崔某的庄子及木材来源仍在核查中，2日内可出结果。另有新任兵部侍郎的人选，已递上名单在案上。崔某不退，那就按涉案处理。你核实完庄子之后，连同其他证据一并移交刑部。新任兵部侍郎的事，下午再议。徐某的履历朕看过了，他调来兵部之前，在大同府住了9年，打过3仗。他想调回京城，是因为他父亲病了。但朕要的不是一个急着回家的江门子弟，朕要的是一个知道边关地形的人。臣记下了。李自成那边有新消息吗？尚未收到第2封战报，但臣已派人沿关道接应。你从午门等到夜里，就是为了跪在乾清宫门口让人通报。臣下午在工部直房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上说通州案渠的事已经有人递了折子给刑部，要反告臣诬陷无辜。信上没有署名，但邮窗日期是3天前。臣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直接来了乾清宫。臣以为这件事不应该先过刑部，应该先让陛下知道。信你带了吗？带了。你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？臣不确定，但臣今日早朝时注意到一件事：崔某退出去之后，有人在他离席的座位上留了一张纸，又很快收走了。臣没看清内容，但那人坐的位置是户部的区域。信你留下，回去照常当值。有人问你今天下午去了哪里，你就说朕让你来清点河工账目。崔某庄里的木材为修船所用，修的是谁家的船？可问工部侍郎。陛下，李自成昨夜派快马送来急报，后敌军主力已越过喜峰口，约3万骑，分3路南下。李自成前非在口外与其交战失利，已退至山海关以东30里处扎营。他说守不住太久。经营3营，臣在。另2营尚有缺额，但守城有余。孙承武的新编3需要野战，前锋营可用，但3营齐出，人数不够，至少还需征调周边卫所兵丁2万。周边卫属能调多少？蓟镇、昌平、密云3处，合计约12000人，再加保定方向约8000，可凑2万。但粮草需从通州仓场调运，短期内有缺口。朕要亲自去山海关，朕御驾亲征，经营前锋营随行。张国威留守京城，调度后方粮草。洛阳志带锦衣卫沿途整肃军纪，沿途遇阻者按延误军机处置，立斩。朕走后，京城一切政令照常运转，由内阁暂代日常事务，重大决策飞马报告。各部的折子送到兵部，由兵部按紧急程度分类递送。谁拖了军情，朕回来再问罪。锦衣卫沿途整肃军力，如果有人借出征之名抢掠扰民，你就地斩首，无需请示。发往京城的紧急军报不经兵部直接送到张国一手里，由他转呈内阁。通州仓场的粮草即日起归兵部调度，先运3万担到山海关。臣领旨。你留守京城，只做2件事：催粮和压阵。有人敢在朕离京期间生事，你压住，等朕回来；压不住的，先斩后奏。臣明白。备马，明日出征。你留下来，帮张国梅盯着内阁。老奴领旨。陛下，前方3里处有百姓拦路，约40余人，说他们的村子被征粮队搜刮过，
已断粮3日，带队的是蓟镇卫所的人。蓟镇卫所的人，谁带的队？据村民说，是一个姓赵的前户，身份待核。告诉那些百姓，朕会派人查。孙成武，你前锋营出10个人，就地登记被征了多少粮食，什么人家什么日期，登记完送到兵部，不用报给朕，直接让张国威查。赵千户按军法处置，斩。少探回来了，后金军3路中军已在喜峰口外集结，预计3日内会继续推进。关宁军那边有动静吗？没有，吴三桂还在关内按兵不动。崇祯说他会来，但他要是不来，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。陛下，李自成第2锋战到了。后金军前军已移动至山海关以北15里。预计明日傍晚前可能与关宁军前飞接战。李自成已拔营往山海关方向靠拢，但没有进城，住在关外。吴三桂还没有开城。陛下，吴三桂若是还不动，李自成会在关外被后金军围住。前锋营还能再快多少？若全速推进，明日下午能到山海关，但粮车跟不上。粮车跟不上就让他们慢慢跟，人先到，到了山海关先看一眼战局，再做下一步决定。吴三桂不开城，朕就亲自去敲那扇门。后金军前锋2万已经在关外15里处扎营，我的人退到这个位置，前面是山海关，后面是平地。吴三桂不开城，我没有退路。你要是再晚1天来，我已经不在这里了。吴三桂不开城，朕来开，你就在关外守着，等朕的消息。前锋营就地扎营，等朕回来。陛下，朕来了。你想让朕在城外等多久？朕带来了粮草。敢问陛下带来的粮草够关宁军吃多久？3万担，前锋营的份额已经画出来了。你说够吃多久，他就够吃多久。至于你开不开门，那是你的事，朕可以等。但后金军不会等。陛下，关宁军将士随臣驻守多年，他们只认臣的将令。粮草在谁手里，兵就归谁管。朕知道你在观望，你在看朕能不能活过今晚。朕告诉你，朕不会死，大明更不会亡。陛下变了。后继军前锋2万，分3营扎在关外15里，中军靠后约1万未动。左翼游骑每日傍晚前推开关下5里处，傍晚后撤回。这已经是第3天了。左翼游骑每日撤回之后，你派人跟过他们吗？没有，关宁军的骑兵不多，追出去就回不来了。明日傍晚，朕的前锋营会推进到关外高地附近驻扎。后金军如果看到有新的旗帜出现在那个位置，他们会重新判断你的兵力。你不需要额外出击，只需要在城墙上维持正常驻防状态，让他们以为你还在城内。臣以为您不会真的来。朕来不来，取决于你开不开门。你开了，朕进来了，其他的不重要。臣听说陛下在朝中杀了很多人，朕杀的都是该杀的人。朕还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继续站在城楼上纠结要不要开门，朕会亲自把这山海关打下来。到那时，你也该杀。臣知罪。报，后金军左翼游骑提前出动了，未到5里处，在8里外停了下来，没有继续推进。报，陛下，地形侦察完毕，右侧坡面视野有遮挡，如果后金军从右侧包抄，前锋营的侧翼会直接暴露，守不住。等后金军到右侧坡面的时候，关灵军已经出关了，你只需要守住正面。发现敌军！后金军左翼尤其略阵，先已撤退回去报信了。
他们的主力会在半个时辰内抵达。半个时辰够了，就地扎营。后金军看到我军扎营，会放慢速度。让关宁军来一个黄雀在后。得令。陛下，他们的阵型没散，直接冲着高地正面来的，人数比预料的多了1倍。臣恐怕前锋营守不住正面，被围在高地上。吴三桂已经出关了，他会在后金军后方合拢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守住正面2刻钟。领命。关宁军，随我冲锋！报！关宁军已追到敌方后方，与我军完成合围。好，全军出击！收网。你带了多少人过喜峰口？出关的时候2万出头，回来的时候还剩9000。先各自把队伍带回营，清点伤亡，报给洛阳生。今晚议事。后金军主力没有完全撤走，后退了约40里，重新扎营。他们还会再来，但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重新集结。这半个月够把关宁军的粮草补满。我的残部还需要休整5日才能继续去守前沿那片空隙。半个月的时间够做很多事。朕明日回京。吴三桂守关，李自成休整后负责前沿巡逻，孙承武前锋营留驻关内，随时策应。你们各守各的，不求互信，但必须互不耽误。江南各府呈报新税，其中梧州松江2府明确拒收税吏入城，各府士绅联名上书，称新税无据，民不堪命。目前已有3名税吏在梧州城外被拦截，人没受伤，但文书被扣了。江南那边比朕预象中早动了半个月。臣随陛下回京。李自成的休整从5天改成3天，告诉他，3天后他要巡逻的那片区域跟之前一样，朕答应过他的事儿照样办，但朕也需要他提前就位。陛下离京期间，户部重新核算了江南5府近5年的税银实收数目。梧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5府账面税银合计约140万两，实收约50万两。按照新政应当征收的税额，比崇祯年间减少约1成，但实收应当增加3成左右。江南士绅的联名书，你收到了几份？回陛下，经内阁登记的联名书共11份，分别来自梧州、松江、常州3府士绅，其余各府有口头抗议，尚未落于纸面。其中最激烈的一份上书，直接将新税评为暴政，联名者有37人。37人，比朕预想中多了一些。他们说朕的税是暴政，那朕想问一问，朕收的是他们该交的税，还是不该交的税？他们从联名到扣税吏的文书动作这么快，背后一定有人牵头。钱明，你查一下这37人之间通过什么渠道联络的，查完之后报给朕。臣领旨。梧州士绅的联名书上，这4个人是排在最前面的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3人是退休官员，其中1人曾任职应天刑部左侍郎，还有1人是现任梧州府学教授，官职不高，但在当地士林中声望很高，常年主持文会。这4人中，那位退休侍郎应该是牵头联络的人。他说朕的税是暴政，那朕查他的田产，他交了多少？不多。他名下的田产登记数量比同品级退休官员偏低，但臣派人实地看过，实际面积约为登记数的3倍。知道了，去查一下梧州府有多少官员和他一样，回来给朕一个数。朕要去江南一趟。陛下，
那些人敢拦税时，敢联名上书，他们背后不一定只是士绅。朕知道，所以朕要去看看他们到底占了谁。你留下来，帮钱明盯着京城，洛阳胜跟朕去江南。对了，告诉张国伟，山海关那边半个月内不会有仗打，让他把注意力转回京城，盯住户部的账。陛下，江南田产清查已全部完成。梧州、松江、常州3府士绅名下引田共查实12万亩，追缴税银折合约40万两。钱家田产已按实数登记入册，旧水道及盐场已收归户部，铁坊已停，钱家撤了所有管事。陛下离京期间，京城一切平稳，户部那边已经收到江南陆续报来的新税底册，钱明正在按地区分类复折。工部那边则拟定了一个直报体系的试行方案，每县设1名直报使，按月向工部报县内情况。工部的试行方案拟在河北3县先试运行3个月，若无大碍，再推广至北方各省。是直接下旨推行，还是先等1个月的数据？望陛下明示。试行3个月可以，但把3县改成6个县，在南方也选3个县同步试行。直报的目的是让朕看到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在哪儿。如果只在北方试，得出的结论只能用在北方。臣即刻修改方案，明日呈上。陛下，经营新编3营已满编，孙承武的关外巡防轮值表也已排妥，与吴三桂的关宁军隔月交接，互不干扰。李自成残部已整编为独立营，负责喜峰口外巡逻。直报使每隔10日向工部汇报一次当地驻军动向，工部整理后再报内阁。但新设直报使的职权范围不宜与军方交叉过多，否则会引起地方将领的戒备。若陛下认为有必要，可设一道密令，限定直报使的汇报仅限民情与粮秣，不涉及军务。那就按你说的办。从今科起，取消八股取实，增算学、律法、农政3科，与经义并重。礼部与国子监联合拟定新科目细则，2个月内呈报。陛下，八股取士已行200余年，骤然改制，恐天下士子无所适从。各地书院亦需调整课业，仓促改制，恐生乱象。无所适从就重新学，书院跟不上就改课业。200年的制度不是不能改的理由。朕没有废除经义，只是增加了3门实务，能考过的人不会因为没有八股就考不过。至于那些只会写八股的人，他们本来也不该通过科举入仕。钱明，你牵头礼部和国子监一起拟细则，2个月后呈报。经科时间顺延。新科目细则，你们打算从哪一科开始定？臣以为算学最容易先定，科目范围和考核标准都有前例可循，不像农政涉及实地，律法涉及案例判读，2门科目规制繁法，需耗时慢慢梳理敲定。臣建议先定算学细则，1个月内完。算学臣可以负责，国子监内早有算学授课底子，无需从头筹建，只需按朝廷新标准重新编正教材与考核试题，便可贴合新政规制。农政1科，臣建议从户部调1名有实务经验的主事参与拟纲。律法1科需刑部配合，2科进度可同步推进，各派1名专人对接。那就按你们定的进度走。到了期限，朕要看到各科的完整考核标准、试题范围、参考书目。所有细则必须可以执行到全国范围，内容详实，具体覆盖每个科目的所有考核内容，杜绝空泛敷衍。陛下，直报使的人员初选名单已经出来了，12个县各报1名候选，其中8人曾任职地方县城或县衙主簿，其他4人为在京候补官员。若陛下认为可行，明日便发往各试点县，5日内到任履职。由各试点县自行推荐人选，但要附上户籍信息、曾任职衔、曾处理过的地方案件记录。前明核对完之后直接报给朕，不必等朝议。陛下，还有一件事，礼部那边今日散朝后，陆续收到了几封书信，皆是各地书院山长所递，询问新科考试的范围与官方参考书目，想要提前知晓新政考核规制。告诉他们，细则拟完之后会统一公告。陛下，通州仓场孙承武派人快马送来，说有一批账册昨夜被人在库房外发现，装在2只旧箱子里，箱子上面没有署名。孙承武已派人看守，等候陛下定夺。
通州仓场发现2只旧箱子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陈已派人前去查看，尚未开箱。孙成武派人来报时说，箱子外表无标记，但箱盖接缝处封着旧蜡，蜡上压了一枚印痕。陈比对过印痕，是本朝12年以前锦衣卫使用的旧印，现已停用。箱子不用运进京了，你亲自去通州开箱，开完之后列一份清单，直接送到朕这里来。算学一科，陈已与国子监议定了考核范围，大致分为3个方向：一是基础算法，2是田亩与赋税核算，3是河道与城防工程中的测算应用。臣以为第3部分可以略作删减，预留一些空间给将来公布自行出题。不删，保留现有框架，只把难度标注清楚，注明哪些是基础，哪些是有难度的即可。算社科目细则应在10日内完成定稿。农政和法律2科定稿可能需要再延后数日，臣会尽快落实。骆大人来信。船厂的订单不仅是铁料，还包括一批兵器。你回信给洛养生，箱子封好，原样放回，派2个人看守，暂时不动。是，不动。等新法在江南推行完毕，再动那批箱子，以免打草惊蛇。6县试点运行4周后，已有3份地方民情传报通过直报室送达公布，内容涉及秋收进度和粮价变动，以及一处河道堤坝的局部垮塌。直报室有没有写明堤坝垮塌是哪个县报来的？垮塌范围和影响程度如何？直报室来自保定府清苑县，报告称河堤垮塌约20丈，淹地约300亩，无人员伤亡，已由当地组织抢修，目前水位已退。此事按旧例应由工部调拨银两修缮，但直报体系运转后，地方直接申报，比旧流程提前了大约1周的时间。当地百姓已经自发参与了抢修，目前堤面基本合拢，工部正在核实具体所需的银两数额。知道了，让直报室继续按月晨报堤坝修缮的进度及后续开支。陛下，保定府清源县那个直报室，他还在呈报里附了1页纸，上面写的是清源县近3年地方赋税征收情况的个人记录。崇祯初年，洽额扩大至4成，崇祯14年后，差额已达6成左右。臣所辖之县，实收与登记数之间的差额已累计多年，每年约有6成登记数未能实际征缴。若按新税法执行，实收额实际会增加，而非减少。他记录这些不是要告谁的状，他只是想让朕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直接派人去核实他正报的内容是否属实。如果属实，他的直报室位置可以继续保留。陛下，孙成武那边送来了一份通州仓场的季度汇总，说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现箱子的异动，也没有人前来查看。那就让他继续按兵不动，等科举改制和直报体系正式运行后再处理。陛下，这张纸片是从哪本折子里调出来的？崇祯7年，保定府清苑县的一份欠税案卷。折子批复过，但处理结果是移交户部核查，后面没有附核查结论。那陛下是觉得清苑县的案子没有查完，还是觉得这个银窖还藏着？清苑县的直报室这个月报的是堤坝垮塌，他能在堤坝垮塌的申报下面附1页关于赋税差额的记录，说明他对清苑县的情况比前任清楚。那他知道不知道这个银窖？老奴不知。陛下，这些天您翻了很多旧折子，这些折子的批复都是先帝还没批完的。他批不完，是因为他知道批了也没用，他没有那个时间，也没有那个支持。朕有时间，也有别的手段。
钱大人来信，是清苑县直报室的第2份呈报，附了一页清苑县近5年的地方赋税征收记录摘要。清苑县东旧河道堤坝侧，一处无人登记的地窖。直报室在巡查堤坝时无意中发现，地窖入口已被封死，但附近的土质异常，像是近期被人挖动过。他发现的应该就是纸片上写的那个银窖。那个地窖先不派人去动，让直报室按月报一下附近有没有新的痕迹，等他报满3次，再决定下一步。陛下，这封信是上月从松江府送来的，寄件人署名是钱家，但信封上的字迹臣认得，是水师退役千总的手笔。信里问臣是否愿意收一批旧铁料，臣扣下了这封信，没有回复，也没有上报。今日一并圣上，还有一本册子，是臣在江南税册外另建的一份记录，记录了钱家与旧船厂之间每月货物流通的估算次数和大致时间。册子没有正式立项，但其中大部分已在梧州回城前核实，臣不敢擅作处置，今天一并交给陛下。你扣了信，是打算等一段时间再拿出来，还是没想好什么时候该拿出来？臣扣下信的时候，是想看钱家会不会再联系。如果他们没有后续动作，这封信就不用拿出来。但钱家又有一批货走了旧水道，方向还是原来的路线，臣觉得不能再等了。册子上记录的动向应该让陛下知道。扣信的事，朕不追究，但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，必须提前上报。地窖周边无新痕迹，附近土质已恢复平整。秋季降雨较多，地窖入口处的积水痕迹比上月略深，但未有新挖掘迹象。据此判断，该地窖近期无人使用。陛下，青玉县那个地窖已经看了3个月了，是否还需要继续观察？再看一段时间，等冬天到了，地面积雪之后，雪面上如果有痕迹，比春夏更容易看清楚。陛下，骆大人交上来的那草册子，臣已派人核对过，其中与直报室呈报重合的部分，有2处时间点与旧藏场的相关记录对应得上。对应得上，那就等入冬后，再去查看清苑县的地窖附近是否出现积雪异常。洛养生交上来的册子也一并留着，到时候一起对照。直报体系6县试点运行4个月，累计呈报民情50余份，其中与旧制上报渠道重复者约30%，新增信息约70%。公布反馈说，直报体系的信息质量高于旧制，尤其涉及灾情和粮价的内容，时效性提升明显。科举改制方面，算学科目细则已定稿下发，农政与律法2科正在汇总各地反馈，郡县制框架的初期反馈也已收群。礼部那边反馈说，各地书院对算学科目的接受度高于预期，但农政和法律的师资缺口较大，可能需要从实务衙门调人兼任教职。工部建议，可在明春的会试中，算学科目先行纳入，农政与历法2科秋季再行补试。算学先行纳入，农政和历法延后半年，这个安排可以接受。郡县制的反馈汇总留一份副本在朕这里。直报体系试点期结束之后，改为常规制度。你拟一道旨，把上述安排下发各部执行。那份册子上记录的钱家与旧船厂之间的货旧流通次数，与直报室呈报中清苑县地窖附近的痕迹在时间上有2处重合，这不是巧合。你去查一下这2处时间点之间是否有人在2地之间有过明显的财务流动记录。查完之后就收起来，不用再追了，等朕后续的旨意。臣遵旨。查完之后归入案卷，列为待定类别。直报体系那边也通知清苑县的直报室暂停针对科地窖的例行观察，到明年开春前不必再做进一步的记录。陛下，这封信要查笔迹吗？可以查，但不是现在。信上说洛养生不可全信，说赵参将另有主犯。这2句话如果是真的，
那写信的人是在提醒朕，如果是假的，那就是在挑拨。赵参讲还在诏狱里压着吗？赵参讲去年冬天已经死在了诏狱里，说是旧伤发作。骆大人当时报过，臣记得您批了，没有让人验尸。赵参将是去年冬天死的，报的是旧伤发作，没有验尸。赵参将死的时候，臣确实没来得及验尸。当夜他发病急，等大夫赶到，人已经不在了。臣按当时的处置程序进行了记录存档，没有额外加注。那他死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？他死前说此事非他之过，大夫记在当夜的值班日志里，那份日志臣收在了锦衣卫的旧档里。臣当时没有上报，是因为不知道该不该当真。那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推脱的话？臣当时判断为推脱之词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死前没有家属探视，也没有单独跟任何人说过话。那句话只对大夫说过。如果是推脱，他不需要只对大夫说。陛下，前明今晚递了一道折子，问直报使轮换的事。6个试点县的直报使任期已满，是延任还是轮换？换一半留一半，留任的3个人继续原职延役期，轮换的3个人由前明拟定接替人选，报给朕看，审核通过后直接上任。是，先按这个标准执行，如果有后续变动再另行调整。被替换的3人中，有1人主动提出不再续任，希望转调他处。这人叫什么？在哪个县？保定府青叶县的直报使，姓李。他在废注里写的是家中有事，附注很短，没有细数。清苑县的直报使工作了正好满1期，就主动申请转调，时间点卡得准。他想转调就让他转，安排到其他地方去，换一个新职位，不在清苑县相邻的州县，也不在直报系统里。告诉他可以安排到其他地方去，不需要他再负责直报事务。就船厂卷宗里有一页批注，写的是钱家只是经手人，真正买家是户部的人。你见过这页批注吗？臣在整理旧档时见过类似的内容，但当时没有核对出处，应该是之前留下的人写的。那你觉得他说的户部的人会是谁？能够接触到那批物资并安排收款的人，至少在户部任职多年。臣怀疑那人仍在原职，或者刚刚调任不久。若陛下允许，臣可以从此方向入手调查。你回去之后，把最近3年从户部调任或升迁的人员名单整理一份送过来，标注他们的原职和现职即可。大人，今晚有人递了一封信到档房窗口，没有署名，放在窗台上就走了。信上只写了一句话：清苑县那个直报使调去的地方是陛下亲批的。调去哪里了？信上没写具体位置，只说了那一句，没有其他内容。陛下是调任清苑县方向的那个人吗？崇祯16年，从户部调任江南松江府的一名官员，姓周。调任前在户部任职6年，调任后负责松江府的税银州缴。时间点更好在清苑县那个地窖被封住的同一年。先不急着去碰他，留着，等朕确认了他的现职状态再安排后续。户部调任名单上周某的现职，你在查的名单上有没有对应记录？周某现任职于松江府，管税银收缴，但有一个情况，他3天前从松江府出发回京，目前尚未到任，也无正式行程报备。他离开松江府回京没有报备行程，那他现在在路上了，已经在路上走了3天，距离京城还有多远？若不绕路，以正常行程速度估算，约明日黄昏前后可入京。他入京之后不拦他，让他进城。陛下，明日周某入京之后，需要提前做哪些安排？比如派人在城门口接应，还是让他先自行安置，等传唤再入宫面呈？先看他进城之后去哪里。如果他去刑部报到，就让他去；如果他去别的地方，再报给朕。周某的行程比预计稍晚，大约在申时前后接近东门。目前未见他去刑部报到，也未入住官驿，至今未出。罗圈胡同倒数第3家，那家不住人。那地方是户部某位前任郎中的私宅，现已空置。
他直接去了一个空宅，没有去刑部，没有回自己家，说明他这次回京是要处理一些私事。陈已安排人在胡同两端监视，若他有离开的动向，会及时来报。等他出来，如果他带着东西出来，拦下来，东西带走，人放行；如果空手出来，让他走，不用拦。周某空手出来，随后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往东华门方向走了。臣已经派人跟上，如有变故，会随时来报。再探。是。周某在东华门外停了一会儿，没有入宫，也没有继续往南走，在路口站了片刻，然后转身沿着来路返回了罗圈胡同那间宅子。回到宅子后就没有再出来。罗圈胡同的宅子今晚会有动静，告诉洛阳生，不管周某今晚出不出宅门，明天一早都带他进宫。如果他出来，就直接把人带来；如果不出，就绑过来。陛下，罗圈胡同那间宅子是户部前梁中何某的旧居，何某5年前病故，宅子一直空着。周某这次回京住进去是有钥匙的。你昨天下榻的宅子是空置多年的旧居，既然到了京城，为什么不先向户部报到，而是直接去了那间宅子？那间宅子的钥匙是前任清苑县直报使上个月派人送到松江府的。他在信上附带说明，说这间宅子里放了前任户部郎中何某留下的旧文书，他想让我带回去。我昨天去那间宅子，是为了确认那份旧文书是否还在，没有带走。文书还在那里，我没有动它。那你确认完文书还在之后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臣原本打算确认旧文书内容后，单独呈报陛下。目前尚未有人告知臣该向谁呈报。旧文书还在那间宅子里，你没有带走它，说明你还不确定该不该交出来。朕派人去取，取回来之后，该查的查完，再决定是否追究延误上报的责任。锦衣卫已前往罗圈胡同那间宅子，按周某所述位置查找旧文书，取到之后立即送回偏殿，沿途由专人保管，没有其他人经手。你从松江府回京之前，有没有和钱家那边的人见过面，或者有没有收到过他们的口信或信件？臣离任前，钱家派人来送过一次口信，来人没有自称姓名，只对臣说了一句：清苑县的东西既然已经封住了，就不必再打开。臣没有答复，也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这句话。那就是说，钱家知道你手里有什么东西，他们也知道你这次回京是冲着什么来的。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说明他们还没有决定拦你，又或者他们自知拦不住你。何某留下的旧文书里有一份清单，记录了一笔从清苑县银教支取后转入江南水师旧船厂账目的款项，共计32000两。清单上的日期是崇祯15年11月，签字栏有2处，一处是前任户部郎中何某的笔迹，另一位是钱家管家的名字，与旧船厂的往来记录一致。这批文书内容与洛阳生此前呈报的旧船厂账目核对一致，没有偏差。那陛下，这笔账算是收齐了？先放着，等明天这笔账的完整流水核对完毕，再一起入档。这3样东西按顺序放在一起，放在一起的时候顺序不能乱。周某的事已经结束了，他交代的内容，包括钱家让人传话的内容，和旧文书账目、旧船厂记录都能对得上。那封匿名信上说赵参将另有主犯。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谁？臣在青玉县银教的旧账目被重新确认之前，原本打算以涉案者以死亡作结，但旧文书的清单上那笔3万多两的账目
转手路径和经受人的名字都与赵参将没有直接关系。钱家和旧船厂之间的联络，赵参将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。如果一定要说另有主犯，那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在公开记录里。他能经手这笔钱，又不留下具体参与痕迹，说明他应该是在户部任职多年，又提前调离了相关岗位的人。臣能想到的只有何某的继任者。何某病故后，接替他职位的那个继任者，就是周某以前的上司。周某从松江府回京，要见的可能是他，但他没有见到。这封信上说洛阳生不可全信，信是在崇祯16年写的，已经存放了几年。那封信的内容，臣在今日之前并不知情。但如果写信的人在崇祯16年就已经知道臣可能会做什么，那这个人应该是何某身边的人。何某当年在户部的职务权限，足够他接触到涉及锦衣卫的往来记录。信是谁写的，朕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查。但你说的话和信里写的内容，目前没有矛盾。陛下，青玉县银教和旧船厂的账目核对完毕后，所有的线都集中在户部最后一个人身上了。周某交代的内容，何某留下的清单，船厂的旧记录，都指向同一个位置。臣想问，这个人是直接抓，还是等他自己来找陛下？他在等朕去见他，而朕也已经见过他了。何之章，崇祯14年接任户部郎中，崇祯16年因病归乡，接替他职位的人是周某。周某在松江府任上经手的账目，与何之章任内最后几笔调拨指令在时间上衔接，中间没有明确的交接记录。何之章调任归乡是崇祯16年的事，青玉县银教的最后一笔记录也是崇祯16年。归乡后不久，旧船厂那边关于这笔款项的催收信件就停止了。他的归乡时间点正好卡在那条线的末趸上。何之章健在否？臣查到的户籍记录显示仍在世，登记住址在保定府清苑县，按登记年份推算，已年过6旬。陛下，青玉县刚送到的，没有署名，没有封蜡，放在青玉县衙门的门缝里，被直报体系那边的人捡到后，直接转送京城。他说的末死于16年秋永久封存，是指清苑县银窑最后一次存入的时间，和他调任归乡是同一季。他没有否认自己知道银窑的事，但他否认了归乡之后的参与。他是在给自己留一条路。那陛下是否要派人去清苑县见他？不必了。陛下，何之章的线到他在信里承认封存银教的那一年就断了。赵参将、钱家、旧船厂这3条线也各自有了具体的指向或节点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线索表明有新的关联需要继续核实。明天天亮之后，把这3样东西收进同一个卷宗里，标注已结。再往后的事，朕自有定夺。朕要去一趟眉山，老奴恳请同往。朕的祭鼎为何出现在此处？陛下，还请速速回宫避雨，莫要染了风寒。王承恩，朕还活着。陛下，您回来了。朕知道他是谁了。把白绫抛上树枝的那一刻，是朕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。朕知道大明完了，也知道是朕亲手把他推到了这个地步。朕是亡国之君，就该挂在那棵树上，后人怎么说，朕都认。可他不认，他替朕走完了朕走不动的那段路，替大明撑住了朕撑不住的那口气。一个死了1000年的人，比朕更放不下这片山河。过去17年，朕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，可朕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朕不知道能不能走完他留下的路，但朕想试试。明日早朝，把钱明洛、养生和张国维都叫来，朕有新的安排。还有，查一下眉山这棵树下的土是哪一年翻过的。老奴听命。